女人提着双枪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她是生肖猪的化身，从小就被父亲训练成杀人机器。男人将年幼的女儿和一群佣兵关在一起，如果他不能杀死所有人，自己就会死在这里。他灵活地在废弃工厂之间闪转腾挪，躲避着密集的枪林弹雨，并夺走一条又一条的人命。而就在杀害最后一人的时候，对方见打不过，选择了认输。他迟疑了，本性的善良让他放下了枪，没想到回家之后就被父亲重重扇在地上。父亲毫不犹豫地杀害了最后一个佣兵，并警告他绝对不能对敌人留有无用的仁慈。苛责到几乎虐待的父亲，溺爱到几乎变态的父亲，以及他嗜好杀生却天真的妹妹，伊能淑子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，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待，一直努力。但是这一切都在他父亲赢下的上一届12大战后戛然而止。父亲决定的12年后的参赛选手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妹妹。那一刻，强烈的不甘笼罩在他心头，他砸碎了房间内的几乎所有物品。随后，一个恐怖的想法涌上心头，他要亲自毁了妹妹。于是，在之后的训练中，他装成为妹妹着想的好姐姐，把人质绑起来，让妹妹亲手将其处刑。勾引妹妹暗恋的同学，又在之后的训练中故意让妹妹用极端的方式处刑犯人。第二天，果不其然，控制不住自己的妹妹，持刀杀死了所有的同学。妹妹悔恨不已，但她只是抱着妹妹安慰，没关系，杀人和杀动物没什么区别。她今后还会杀更多人，变得更加强大，这还远远不够。终于，在他的刻意诱导之下，妹妹成了一个嗜杀成性的恶魔，并在一个深夜杀光了宅地里的所有女仆。妹妹被关了起来，杀戮的欲望无法满足，姐姐又在耳边不断重复着杀戮的话语。最后，妹妹将姐姐递来的刀子亲手插进了自己的喉咙。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赛的名额。猪手持双枪，优雅地走上150层楼梯来到会场，其他11名参赛人员已经到齐了。他环顾四周，到场的选手有熟人也有生面孔，而且比赛还没开始，兔子已经杀死了蛇。人都到齐之后，评审员宣布第12届12大战就此开始。餐桌的中央放着12颗宝石，每个选手需要拿一颗并吞进肚里。等到所有人都吞下之后，评审员才说宝石里有剧毒，结晶体会与人类的胃酸产生反应，并在12个小时产生置人于死地的剧毒。大赛的规则很简单，第一个收集齐12块宝石的人会成为优胜者，主办方会实现他的任何一个愿望。比赛的时间只有12小时，12小时一过，不论是否获胜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宝石坚硬异常，除了活人的胃酸不能被任何东西震碎或溶解。当然，最终的优胜者会得到解毒剂。评审员给出一个个人建议，开膛破肚取宝石的方法最有效率。规则宣读完毕，评审员退场，这场残酷的比赛正式开始。这是每12年举行一次的残酷大屠杀，主办方清空了一座50万人的城市作为赛场，代表着12生肖的12名战士相互厮杀，最后只有一人能活下来，而优胜的奖励是实现他的任何一个愿望。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，但其中也有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。猴首先站了出来，提出了双赢的计划。猪非常讨厌猴，觉得对方肯定是提出打一场虚假的比赛，将所有宝石都交给他，最后再由他许下让大家都复活的愿望。猪在心里暗暗嘲笑猴，觉得没有人会把唯一的愿望用在这种地方，但一直昏昏欲睡的鼠却举手同意了。而且猴的计划也不是梳子想的那种，要更加安全可靠。在他的鼓动下，牛、鸡和马也跟着举起了手。不过3人在看到那个明显精神不正常的兔子也举手之后，又默默退了回去。现在支持猴计划的只有2人，而就在他们准备详细讨论时，地面突然整个塌陷，紧跟着所有人都掉到了楼层之下。毕竟众人是从千挑万选出来的选手，在掉下楼层之后很快就躲了起来。猪和兔子狭路相逢，面对这种对手，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必胜的计划。首先用手上的双枪先下手为强，拉开距离，然后利用换子弹的间隙诱敌深入，随后对着朝他冲来的兔子无限射击，最后轻松从肉块中取走宝石。然而就在正式对战开始之时，一双手突然从后面伸出，一把钳制住了他的行动。兔子的刀顺势捅进他的胸口，居然有同伙。猪惊恐的回头，发现兔子的同伙居然是一开始就被他杀了的蛇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人的技能是制造尸体。杀死猪之后，兔子从他体内掏出了第一块宝石，并将其变成了由自己操控的傀儡。其他选手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逃离大楼。猴和鼠作为和平联盟躲进地下道密谈，虽然不喜争斗，但猴的武力值一点都不差。实际上炸毁大楼的就是他本人。在和平提案有望成立时，他突然感受到了来自某人的清晰杀意，为了保护在场的所有人，才会炸毁楼层，强制结束讨论。看上去懒洋洋的只有高中生模样的鼠，同样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角色。被戳破计划的猴也没有想要隐瞒的意思，他不否认自己的强大，就像是当时除了炸毁楼层还有最优解法，他完全可以找出那个泄露杀意的人，并将其轻松解决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事作风，强大的力量自有他正确的使用方法。大部分的新手都选择前期先躲避起来。12大战的范围一般不受限制，甚至
出国的不算犯规。上一集的优胜者猪就是特意选择了人口密集的城市，这才把局势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场面。不过这一次，所有人都吞下了毒药，在比赛时间被明确设定的情况下，没有人会选择离这座城市太远。每个人都在谨慎地寻找着自己的对手，只有狗一人例外，他从通风管道躲进了地下停车场。这场大战的规则是所有人吞下毒药宝石，在争夺宝石，只要存在12个小时的定时毒药炸弹，就没人敢在初期静观其变，按捺不动，但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。作为一条狗，它的能力可不只是咬人，它能在体内自由合成毒液，然后通过啃咬将毒液传染给敌人。拿到宝石之时，它就知道这是某种毒药，所以早就在体内合成了解药，所以它是唯一不被时间所限制的选手，任由其他人先斗个你死我活，他好最后坐收渔翁。然而心里的盘算打得再好，也赶不上变故。狗刚到停车场不久，鸡就找到了他。面对高度警惕、随时都会发起攻击的狗，鸡显得非常无害怯懦，甚至主动放下了武器，希望能和狗组队成为同伴。狗的警惕性很强，在回答之前做出了很多的利弊权衡。鸡看上去弱小，毫无战斗力，而且还有被背叛的风险，但是如果在这里开战而受伤，也并非明智之举。于是他打算先假意同意，然后在遇上其他选手之前趁其不备地将其干掉。但就在此时，鸡向他传达了一个致命的消息：兔子是一位死灵法师，并且已经杀掉了猪和蛇，组成了3人小队。鸡有千里眼的特殊技能，能与其他鸟类进行心灵感应，并分享鸟的视野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找到狗的原因。狗觉得鸡就是无脑的笨蛋，居然对陌生人袒露自己的特殊能力。不过这也让狗将第一个目标从鸡转到了兔子身上。死灵法师的威胁要远比鸡危险的多，于是狗决定和鸡合作，先去除掉兔子。鸡虽然穿着暴露，却是个傻白甜的话痨。既然都是队友了，交换情报是必要的。狗所了解的牛、龙、蛇、猴、猪这5人，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牛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强的没天理。战场上简直是杀戮机器。龙和蛇是一对双胞胎，被称为断嘴兄弟。虽然2人组合很强，但是蛇已经被杀，龙也就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猴是个和平主义者，结束战争是他的职业，至今为止已经阻止了很多起战争。狗不否认对方的能力，这场12大战都有被他阻止的可能。至于猪没什么好说的，死都死了。鸡并不算了解他们的对手，反而对一只迷迷糊糊的鼠印象深刻。倒不是对方有多厉害，甚至不像个战士，但他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对方。被他这么一说，狗居然也有了同样的感觉。此时麻雀传来消息，兔子一行人分成了2组，偌大的街道上只有猪的尸体在游荡，狗和鸡在暗中观察着猪的动向。至于兔子和蛇，目前动向不明，猪应该只是个诱饵，一旦进行攻击就会被偷袭。狗一把这个鸡的手臂咬了一口，给他注射了能够将身心技能提高至极限的迷药，准备让强化的鸡去对付诱饵，引猪躲在暗处的兔子好一网打尽，然后自己的躲回地下车道埋伏。但他却没想到自己身边的鸡根本就不是什么傻白甜，迷药的强大力量在鸡的全身游走。狗刚想安慰几句让他控制好力量，却没想到鸡直接伸出手捏爆了他的脑袋。牛和马在地下铁路相逢，马有些害羞的想和牛打招呼，但牛已经持刀朝他冲来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鸟群聚集在猪的周围。这一场12大战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